此时的钟云秋虽然一直吓得双腿发软，但他心里还一直抱有一个侥幸的念头，那就是叶晨今天把洪元山干掉，或者把洪元山也弄去叙利亚，那样的话自己就能彻底甩开洪元山这个定时炸弹了。天知道钟云秋这些年为了甩开洪元山愁掉了多少头发。他虽然也有几百亿港币身家，但一直拿洪元山这个狗皮膏药没什么办法。港岛这么小的地方，洪门的成员就有成千上万，真要跟他钟云秋撕破脸，钟云秋根本防不胜防。更何况他还有大量黑历史掌握在洪元山的手里。如果洪元山凉了，他其实才是那个最大的赢家。至于今天儿子挨的这顿揍，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叶晨竟然根本没打算放过自己。10年100亿美元，这不但把自己现在的资产都吸空了，甚至连自己未来的盈利也都提前抽走了。他惶恐地说道：叶先生，在下并没有得罪您啊。叶晨反问他：没得罪？你儿子今天要杀我在先，你找了洪元山要杀我在后，你父子2人都想要我的命，你跟我说你没得罪我？钟云秋一时语塞，支支吾吾半天，惶恐不已地说道：叶先生，就算在下确实得罪了您，可您也不能狮子大开口要10年100亿美金吧？这可是将近800亿港币啊。叶晨冷声道：我跟你开口了吗？钟云秋一下子无言以对，他哭丧着脸说道：您跟洪元山要和跟我要有什么区别呢？叶晨看着洪元山笑道：听见没？你干儿子看见你失了势，连一声干爹都懒得叫了。你别忘了，你今天之所以会栽到我手里，完全是因为他。洪元山心里也早恨疯了钟云秋，要不是他找自己帮忙，自己怎么会得罪叶晨这个万隆店真正的主人？现在自己沦落这个鸟样子，全是拜他所赐，可他竟然还想撇开干系。想到这里，洪元山咬紧牙关，冷声喝道：钟云秋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！今日有幸的叶先生饶我一条狗命，你等着，只要我洪元山还有一口气，就绝不让你好过。钟云秋吓得魂飞魄散，摆手说道：干爹息怒啊，干爹，我对您可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，而且今日的事情您也不能都怪到我一个人的身上啊。洪元山冷声道：我不想跟你废话，叶先生已经说了，要我10年拿出100亿美元，这笔钱我就找你出。1年10亿美元，你少1分，我都要你的命。钟云秋几乎崩溃，哭着说道：干爹，你这就是要我的命啊！1年10亿美元，你还不如现在就杀了我。洪元山看向叶晨，拱手道：叶先生，您只要给在下一句话，在下立刻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。叶晨笑道：你在这里有这么多小弟，反观他就他和他儿子2个人，你想杀就杀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洪元山恍然大悟，立刻对在场所有小弟说道：兄弟们，今日大家遭此劫难，全都是拜这个信中的所赐。现在他竟然还耍起无赖，要撇清干系，大家一起把他干掉，以解心头之恨。好，众人一想到马上要被送去叙利亚，一个个也是满肚子怨气，无处发泄。一听洪元山这话，大家仿佛是瞬间被激活的丧尸，纷纷扑向钟云秋，想直接把他生撕活剥。钟云秋吓得心惊胆寒，脱口喊道：叶先生饶命啊，您说的我答应，我全都答应。叶晨皱了皱眉，反问他：你答不答应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我又没说这个钱一定要让你出，是你干爹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你，你要是答应，也是答应你干爹。钟云秋是彻底服了，他知道叶晨这是直接把自己的干爹洪元山当成了黑手套，找自己要钱的脏活，以后必定是干爹洪元山来干，名义上跟他叶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一想到这，他便在心中崩溃，痛斥叶晨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。10年100亿美元，这是直接把自己榨干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哭丧着脸哀求叶晨道：叶先生，求您适当降低一下数额，10年100亿美金确实太多了，我根本承受不起，10年50亿美金，我肯定没有任何问题。叶晨开口道：钟云秋，你的情况我来之前已经调查过了，你现在名下的资产加起来至少有600-700亿港币，而且你现在生意做得很好，每年的净利润也有好几十亿港币，所以每年拿出10亿美金给你干爹，对你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你就算把这些钱拿出来，你依旧能活得很滋润。说到这里，叶晨微微一顿，冷声道：所以我劝你最好不要做一个守财奴，钱这个东西虽好，但是在命的面前，它只不过是个身外之物。钟云秋听到这里，便知道叶晨不可能轻易让自己好过，10年100亿，看来是躲不掉了。否则的话，都不用叶晨出手，满心愤怒的洪元山就能把自己杀死100次。叶晨这时候又对洪元山说道：洪元山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万隆店的筹款经理，肩负着为万隆店筹款的任务，但是你的筹款渠道，我建议你只放在你干儿子一个人身上。只要在你自己没犯错的前提下，如果你的手下不服你的指挥，亦或者有人想把你干掉，我叶晨绝不会袖手旁观。洪元山知道叶晨这是要给自己撑腰了，否则的话，一旦自己失去对洪门的掌控，亦或者被钟云秋雇人反杀，自己倒是恐怕还真不好招架。有了叶晨这句话，起码洪门的成员不敢把自己怎么样，钟云秋更不敢把自己怎么样。当然，叶晨也说了，这是在自己没犯错的前提下，这也就意味着自己绝不能靠着万隆店去仗势欺人。不过这对他来说也就够了，有了今天的这个深刻教训，以后就算让他高调，他也不敢再高调了。钟云秋此时内心也是一片绝望，他知道这种情况下，自己就算想跟洪元山撕破脸都没有可能了。要是放在之前，自己大不了拿出一大笔钱来，雇人跟洪元山来个鱼死网破，大不了以后离开港岛去其他地方发展，好歹还能留下大部分资产。可是现在洪元山是要替万隆店筹措经费，有万隆店撑腰，自己要是跟他拼个鱼死网破，恐怕万隆店绝不会袖手旁观。说白了，叶晨现在是设了一个连环套，这个连环套一环扣一环，已经完全吃定自己了。于是他只能无奈地答应下来，开口道：叶先生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尽全力筹措资金。叶晨冷声道：这话你跟我说做什么？你跟我说得着吗？我问你要钱了吗？是，钟云秋抽了自己一记耳光，连忙忏悔道：是我嘴贱说错了话，还请叶先生原谅。说完，他看向洪元山，恭敬地说道：干爹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筹措资金，绝不让您为难。